停电，我相信各位都遇到过吧。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停电。那个时候对电没有像现在需求这么大，在炎热的夏天晚上，点个蜡烛，点个蚊香，拿个扇子，一晚上也就过去了。第二天早上电来了，就回归正常生活，感觉也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当今这个用电需求非常大的时代，一些城市停一会儿电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就像北京、上海等等。当然，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不过，在上世纪的美国纽约可是真实发生过停电事故的，而且一停就是整整一天。你以为这个世界第一大都市的居民会安安分分地度过这个黑暗的夜晚吗？并不是，反而在黑夜的庇护下，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开启了零元购，直接上演了一场全城暴乱狂欢。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这臭名昭著的熄灯之夜。1977年7月13日这一天，纽约人民不得不从一大清早就开始忍受着闷热潮湿的天气。更让人烦躁的是，这么难熬的高温天气还将持续1个多礼拜。然而，除了闷热的气候让人觉得不舒服之外，地铁涨价，失业率创新高，犯罪率也随之一路攀升。尤其是贫困的街区，盗窃、抢劫、谋杀等案件随处可见，压力从四面八方来袭。这个社会早已千疮百孔，也急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洗刷负面情绪。果然，到了晚上8点34分左右，变天了，一场大雨即将来袭。就在这时，一道闪电击中了纽约布堪南靠近哈德逊河附近的一个变电站。不久后，第二次雷击又切断了通往纽约市的2条重要线路。截止到9点21分，纽约上空总共遭遇了4次闪电。随着电力线接二连三的被切断，大约在20分钟之后，纽约市所有的5个行政区的灯全部熄灭，整座城市都陷入了无尽的黑暗。眼看停电来的是猝不及防，范围还如此之大，短时间内肯定很难恢复过来，很多人都不知所措。但是这才刚停没几分钟，就有人按耐不住来到街头查看情况。可没想到，接下来的25个小时，纽约市陷入了比停电还黑暗的时刻。第一场暴乱是停电后的第1个小时内发生的。在穷人集聚的街区，抢劫者趁着黑夜开始涌入街头，砸碎窗户，抢走他们能够抢到的所有东西。此时有一群黑人高声大喊着：“属于我们的圣诞节到了！”渐渐的，许多白人也加入到其中，抢劫者队伍越来越壮大。在他们眼里，小到超市、杂货铺，大到珠宝店、汽车店，从晾衣架到豪车，只要是他们能够搬走的东西，通通都不会手软。令人意外的是，一些音乐设备店也是抢劫者的重头戏。毕竟许多人热爱嘻哈音乐，可惜囊中羞涩，所以正好趁这次停电扫荡了许多买不起的设备。而最惨的莫过于一家布朗克斯汽车经销商，竟然被偷走了50辆崭新的汽车。据目击者回忆，当时在布鲁克林街区，抢劫者都几近疯狂，他们往窗户口扔垃圾桶，用撬棍撬开百叶窗，挂锁，无所不用其极。还有许多人更是直接把车倒到目标商店，在防护围栏上绑住绳子，然后用他们的车把围栏拉走，从而顺利进店，尽情的扫荡。更可笑的是，这其中还存在了不少黑吃黑的现象，因为有些抢劫者是拉帮结伙的，一旦碰上势力单薄的，管你对方是黑人还是白人，二话不说直接开抢。再者，要是碰到了一些态度强硬的店主，那抢劫者就会仗着人多势众，给对方点颜色看看，直接扔一把火进去，主打一个吃干抹净。在这一刻，闷热的街道变成了战场，在黑夜的掩饰下，这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无恶不作。即便有警察来了，他们也都不怕，趁着停电随意乱窜，甚至还朝着警察疯狂开枪。另一边，随着眼下情况如此之混乱，警察们也不敢轻易开枪，生怕伤及无辜。直到黎明时分，打砸抢烧才逐渐停稳脚步。据统计，暴乱蔓延了31个不同的街区，总计有1616家店遭到扫荡，还发生了1037起纵火案。尤其是布什维克的情况最为糟糕，因为到了第二天早上，仍然有25处大火没有被扑灭。可想而知，在夜晚，这些地方都经历了什么。而且，光是受伤的警察就有550名。随着天越来越亮，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就此开始。警方在1个晚上就逮捕了3776人。牢房、地下室和临时拘留所瞬间人满为患。根据当时的一项研究估算，在停电的25小时内，不算停电带来的损失，整个纽约光打砸抢烧损失了超过3亿美元。当然，抢劫者在疯狂破坏的同时，也有许多热心市民帮忙灭火、指挥交通等等，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尽可能的维护这座城市的和平。那下面是当时的一些照片。
其实之所以发生暴乱，无外乎是因为变电站疏于日常维护，在遭遇雷击后引起了大规模停电，然后被抢劫者钻了空子。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警力不够。由于事发突然，所有警察都被要求前往就近的分局待命。可大部分警察都住在城外，尤其是抢劫者最猖狂的几个社区附近都没有分局，所以等到警察赶到现场后，局势已经发展到不可控的地步，他们也不能黑灯瞎火的以暴制暴，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暴乱只会进一步升级。不过这些都只能算是表面原因，至于更深层次的原因，那我们就不得不了解一下上世纪70年代纽约正在经历什么。根据资料显示，由于外国石油供应中断和通货膨胀的加剧，美国进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纽约是受此影响最严重的地方之一。财政债务已经逼近违约的边缘，为了缓解这种情况，纽约被迫削减了许多市政服务的资金，其中一些医院和图书馆都已经关闭，就连警察、消防员、教师和城市环卫工人也面临着大量的裁员。这对于那些本就苦苦挣扎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最关键的是，白人们都接二连三的被迫下岗，更不要说生活在贫民窟里面的黑人，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加的艰难。据说那年夏天，白人的失业率飙到了 12%， 有色人种的失业率达到了 20%， 可地铁票价却从35美分涨到了50美分。底层人民过的是苦不堪言，犯罪率也不可避免的大幅上升。据估算，入室盗窃案远比前几年多了2倍。而抢劫案也增加了10倍之多，另外还有许多层出不穷的谋杀案，搞得人心惶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场雷雨成为了点燃这一局面的导火索。什么不公平待遇、种族歧视、失业，这些暗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绝望与愤怒，通通都要在这熄灯之夜爆发。况且大白天暴乱的话，还要顾及着警察。现在停电之后，纽约简直是一团乱，连人的肤色都看不清了，更不用担心被抓。因此有黑人甚至大喊，这是属于我们的圣诞节。当然也有一定数量的白人参与其中，毕竟在经济这么不景气的时候，零元购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当天晚上对于商家来说，那简直就是飞来横祸了。停电的时候，许多店都已经打烊，店主们早就已经回家，压根就不知道这场闹剧。本来经济就低迷，生意没有起色，现在还要被抢得一干二净。就算有的店主赶过去想制止，但面对抢劫者人多势众，店主们也只能束手无策。令人唏嘘的是，一边是疯狂的打砸抢，而另一边富人区的市民则沉浸在甜甜的睡梦中，直到第二天看报纸，他们才得知这一新闻。其实每次谈起1977年的纽约停电，那势必就要和1965年的那场停电事故放在一起做对比，因为同样是大规模停电，两者却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影响。那是发生在1965年11月9日下午5点27分左右，太阳已经下山，数百万通勤族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可突然之间，整个纽约陷入了一片漆黑。准确的来说，是纽约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影响，但这次并没有发生什么暴力事件。停电持续了14个小时，原因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亚当贝克站的继电器发生了故障。据当事人回忆，当时正值下班高峰，地铁、电梯本来就人满为患，停电以后更是全部都被困住，还有马路上的信号灯也停止工作，全靠热心市民帮忙指挥交通。也幸好有广播的存在，再三声明这不是恐怖袭击，更不是世界末日，仅仅是停电而已，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市民们的恐慌。据说生活在格林威治的居民更是在停电后纷纷走出家门，开办了一场临时座谈会。不少邻居围坐在一起，共用蜡烛和手电筒，一边听着广播，一边分享各自生活中的故事。这么看来，两次停电后续确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1965年的停电风波留下的是一道温暖的曙光，那1977年的抢劫风波就揭示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衰退会对底层人群的生活造成怎样的严重影响。这次的停电让纽约人民目睹了社会上最阴暗的一面，大家愤怒之余都开始渴望这座城市能够迅速恢复秩序，而恰好当时在进行市长选举，本来希望渺茫的候选人艾德科赫就看准了时机，抓住了市民们的痛点，牢牢地把选票攥在了自己手里。也难怪有人说，艾德当年要感谢那次停电，不然永远不可能当上市长。仔细想来，这次的暴徒狂欢把社会矛盾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在白天看似风平浪静，但这隐藏在肤色问题之下的社会矛盾早已暗流涌动，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就能彻底引爆。这次是一道闪电，那未来又将会是什么呢？恐怕没人能够下定论。但通过这2次的停电风波，我们能预想到的是，人可能还是这群人，但时代背景却导致了停电后造成了2个完全不同的局面。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现在各位生活的城市停了一整天电的话，你们会做些什么呢？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那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不用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